4号，我们的讲师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线上了，我们直接邀请我们的智博团长喽。Hello， 智博团长，麻烦你喽。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谢大家又上线上来收听这一个丛林奇谈第4篇恐怖的开始，然后血汗杀人的我看到这一篇的这个章节事实上我跟小孩子通常我都讲了非常多，因为这一篇事实上叫做大道理篇这里面关系到非常非常多的层面那也希望小孩子们真的能了解世间万物所谓的公平正义好，那这首先一开始呢，事实上也有去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都希望孩子们回去看《丛林奇谈》，然后回来之后，我都会问他们说：你在这一页打开之后那你不懂的字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会去查字典吗？或者去查词典？那现在更棒的就是大家都有电脑，然后也可以上酷狗里面去查。那这里面呢的第一段呢，事实上就会去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有一个动物就开场白了，喂，对不起，请让让，请让让。然后呢，这一只牝猪走进了兽群里面进来了。那什么叫做牝猪？这个牝事实上小孩子真的没有办法懂意思，包含连我们大人都一样那所以说一定要去查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那所以说我会问孩子什么叫做牝猪那结果呢有些小孩子就答了出来，可见小孩子他们真的有一些真的是蛮用功的查出来的话，牝猪呢是指某一种动物而已然后呢也是指所谓成年的鸟兽的一个统称鸟跟兽的一种统称。那所以说这一段话讲起来的话，就是说不知哪一种猪走进来这个兽群里面了。好，那这只猪呢就一开始就先嚷嚷，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请用点水泼在我身上吧，我的皮毛呢干的都快裂掉了。真的那一种干燥的气候因为我曾经也去过内陆嘛那我也知道大陆型的那种空气跟我们海岛型的这种空气真的差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多像去澳洲墨尔本也去15天，我感觉回来之后脸皮都变成涩涩的，而且说实在都有脱皮的现象好像就是太干裂了所以说这个形容的非常好然后就顺便跟孩子说真的我们全球各地每一种的天气的一种变化，然后相对的湿度也可以跟孩子们大概稍微提一下。然后呢再来就是有一只老猪呢也叫苦连天的说真的是热然后呢看到了一群水牛们也都是懒洋洋的就躺在沙滩上在聊天那鹿呢他们呢都含着泪水说，我们为了寻找食物呢，我们走了3天3夜，走到呢我们的蹄都快破了。我在想说作者把这个蹄会讲到破了我就感觉这是有点拟人法因为蹄的话只有磨损，应该要破的几率很低很低我不敢讲说没有啦但是他形容破是应该是会比较贴切一点。但是的话我们都知道你像马单蹄，那羊呢一定是双蹄。那单蹄跟双蹄它们的差别，单蹄真的比较会跑那双蹄的话会比较有力会比较有力。我相信如果大家都喜欢看动物星球频道的话大家也都了解有一种羊，有一种山羊，他们为了取盐巴，他们可以到
啊岩壁上哦，那种峭壁上，简直超过那种几乎快到90度的那种斜坡哦。但是他们的体有办法攀岩上去，而且呢附在那个水坝或者是岩石边哦，去找那个盐分盐巴哦来吃哦。那每种动物都需要盐，老实讲哦。比如说人讲鸟吃盐存满细，事实上猫也是需要一点点因为盐真的是对于我们动物的传导神经是非常有所益处的哦，一种真的元素所以说也不用说盐巴都不吃，盐都不吃，这样也不对哦。而且喜欢吃很咸的人也不一定真的也不一定说一定就是会有所谓的心血管的问题这个倒是我认为还是之后的一些艺术上应该也会有所论述应该也会去推翻这种，应该最主要还是自己的体质基因会比较有所影响。好，然后呢，又有一只动物说，有下雨的征兆了吗？哀叹着然后呢，羚羊呢，就顺这个语势呢这个话语呢，就问了食肉性的动物说，请问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感觉会不会下雨？因为呢，他们都说食肉性的动物对于的这个气候呢观测呢比较准确而且也比较有预感。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我有讲过猫狗包含狮子或者是老虎它们的鼻头的那种嗅觉，而且那种灵敏度，而且他们的转换能力非常非常的强而且他们对于相对的这种空气中这种就是那种湿度那一种感觉应该真的会是比较灵敏的啦好，然后就有一只动物又回答说，天晓得，空气还不是一样干的很干的要死那结果也被伯鲁听到，伯鲁因为也是在旁边嘛八面玲珑的伯鲁就回答说，你们也赶快用一些水到我的脖子上吧让我好呼吸好呼吸，这也是有差因为泼一点水在身上的话都可以帮助散热嘛你像我们人也一样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溪边玩水或者是去海岸海滩上去嬉戏去做一些活动都会因为毕竟水真的对于我们的散热或者是我们的那种气氛那种氛围我觉得夏天的时候说实在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现在这样的季节从5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这段时间去不管去哪一个水域玩水，真的都要非常注意的安全也不要认为说自己懂水性会游泳，然后呢就这样肆意妄为的，然后去做这种冒险，我感觉都不需要了然后最好真的还是能结伴，然后呢再来就是救生的东西一定要有不管你会不会游泳如果你真的要去玩任何的水，我认为可以穿游泳衣是最好的，或者是你有携带漂流板浮板都是最好的因为紧接着再没多久日月潭又会有万人泳渡那一种风潮近几十年来都有我感觉也不错如果各位伙伴们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应该也可以去尝试看看。我觉得很好，而且他不一定要游泳因为他穿的只要你体力我认为只要体力够应该都没有多大问题。会不会很会游泳，或者会不会游泳，那不是多大的问题我认为那不是多大的问题，而是勇于参加了去做一次感受人生嘛有几次的尝试，真的是
不错的哦。好，那巴西拉呢也转过头说，我来闻闻看哦，他就朝着风吹来的方向呢嗅一嗅，说，真的是没希望哦，真的是没希望啊，因为呢，空气里面呢，真的火辣辣的哦，非常的干哦，非常的燥哦，炎燥哦，那一种感觉哦。啊，所以说，有一次动物提问了，他们食肉性的动物说实在都回答说不可能会下雨，哦，那说完之后呢，巴西拉也是一样趴在水里。我在想说，巴西拉是猫科动物哦，应该很怕水的哦，它怎么也会趴在水里面？所以说，这个形容也非常好哈。一般的话，豹的话应该会栖息的地方，如果要散热的话，应该还是会选择树上，应该是不会趴在水里的。好，然后热风呢吹着吹着哦，吹着吹着，然后呢连那一些植物呢、树木呢，都干枯了哦，甚至于干枯的树木上面的那些枝干呢，都会被这些风呢吹下来。然后掉落到地上去。我曾经在前几篇之前我有讲过，如果天气要变化的时候，它第一个特征一定会什么？然后呢，一定要有几个环节的要素。我也曾经讲过，一开始的话，如果真的会下雨要变天的话，应该第一个开始的话，一定会起风，会起风，一定会有风，风一定会先来。因为它就会把云带呢，这个气旋、气流呢带进来，然后再来呢，看到云的变化，有人说一定要黑云才会下雨，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有人说天就会变黑了哦，那如果天变黑了也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了哦，但是通常是哦。我们有看晴空万里在飘着太阳雨的时候，对吧？大家应该也都很有所感。但是呢，那一种变化还是有的哦。然后再来呢，如果真的是暴风雨的话来讲的话，有可能先是有闪电、雷鸣哦，然后再下雨哦，因为光跟声音，然后跟雨势哦，当然光会比声还快，声一定会比雨还快。所以说，以前我们在乡下，我们在平原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种远处看远的地方，我们就知道说，那里哦，那一个方向，天空一片黑云，然后呢，蒙蒙的感觉，就知道说那一边那个方向可能就是在下雨哦。然后呢，看着天上的云的流动哦，的流速哦，云会跑很快嘛。那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是那一边你看的那一边风向是朝我们这边，那我们大概我们这边多久就会下起雨来？我真的我都很怀念我爷爷，因为我小时候我都很会问问题，而且我爷爷都会用他的经验回答我真的都非常感谢他，而且我感觉我爷爷真的也是学识蛮渊博的哦。在日据时代的话，他们叫做高等科的学生高等科换句话说，等于是国中生毕业生国中毕业生的样子然后还要再读上去的话，可能就日本人可能就会限制了，除了你的家世可能要富裕以外，然后关系人脉也会要很好，才有办法再升不然的话，在乡下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能读到高等科，我听说已经是不容易了包含我奶奶都一样，都是高等科毕业的那这不关政治了这不关政治，我是额外在这边提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好，然后呢再来呢又有动物说他们看到有人死在田里面，而且他们手上呢都拿着工具，有拿着锄头跟铁犁铁犁是什么东西？我就比较没办法理解因为
这是国字哈。我说犁头的话就是耙子类的，像锄头一样，但是它是做一支一支的哦，铁犁应该是这个东西啊哦，就是说你把草割了之后，然后就用那一种铁犁哦，那一种耙子呢，把它抓下来，哦，抓一抓，把它收集起来，哦，那锄头一定就是铲土用的嘛，骨头用骨头用哦。然后呢，这个锄头呢，我们台语也很好玩哦，叫低头，哦，叫低头哦，真的，如果你们都没有务过农的，可能说实在没办法了解到我们事实上台湾话哦，对于我们的一些农具哦的称呼，真的都蛮有意思的哦，像圆锹哦，然后我们乡下我们都叫 M 柄。M 柄哦，以前很小的时候，真的都不懂的时候，也没办法意会的时候，哦，我爷爷在叫说，阿孙帮我去摕一支 M 笔来，我真的我去从我的书包拿一支铅笔出来给他，然后呢，他说不是啦，哦，真的是很好笑哦，很好笑，好，然后呢，这些年轻的路呢，就向大家报告哦，就是他所看到的哦，也有看到人啊，因为在田里面工作，然后就在那边动也不动，而且呢，这些人类的旁边呢，也有他们所饲养的牛的尸体哦，然后呢，大家呢就想大家都会很悲观嘛哦，大家都会想说将来的日子怎么办？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全部都会变成他们这样子哦？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慌张，而且惶恐哦。好，然后呢这句话呢，聊了聊，很快呢，就传开了哦。传开了之后，全部所有的草食性动物的话，因为都比较胆小嘛，哦，天生在草原上，在森林里面，他们就是比较弱势的。所以说他们真的会非常的紧张哦，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不知所措。好，那伯鲁呢，就用他的脚呢，去探一下水还剩多少，水的深度还剩下多少，然后呢，就顺便问哈迪说，你活到了这一把年纪了，恐怕你都还没有碰过这么严重的这一场灾害吧？这一种的灾害，伯鲁为什么就可以问得到哈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哦，河边的这个协议对不对水边停战，哈迪就是隔在中间，一边是草食性的，一边的话是肉食性的动物哦，它就是在那一边做维持者，所以说呢，才顺口了问哈迪。那哈迪呢，就跟他讲说，快差不多了啦，应该旱灾应该也快过了啦，大家都尽量再忍一忍吧，安慰大家嘛，安慰大家，给大家呢有活下去的一个希望。然后呢，哈迪呢也用他的鼻子挤水的浇了自己一下，我看到这个挤，我相信孩子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个字的意义的意思。事实上，这个急的意思，我们一般的话来讲说气急败坏，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那个有时候我们哭泣的时候，说实在也是会这样，就是会一吸一吐，一吸一吐所以说，他这个说他的意思就是一吸一吐的意思这个急，让孩子们去看《丛林奇谭》，然后呢，顺便呢告诉他们有一些字义或者是希望也让他们去懂得读书的方法而且呢也去找最好的途径我记得国小的时候
我们导师啊，我们那时候说实在，就一个老师几乎教全部了哈。他给我很大的印象。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如果真的要能懂得比较快，而且比人家了解的更多，我希望你们有空的时候就可以翻字典，自己呢去看，比你看报纸，比你看什么书籍，都还要来的让自己呢的写作能力更强，而且呢也更能理解到所有的事物真的真的，我觉得说在字典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真的也帮助我很多啦不管是读书读到高中专科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好像都离不开了字典，不管是词典也好，或者是英文字典也好等等，我感觉那时候都离，就是你真的你要读书的话，有时候去碰到困难的时候，真的，字典真的很好用，非常好用。好，然后呢，哈迪就很轻松的说，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个是已经快受不了了，而且呢，也无法忍耐，哈哈，你们大家知道他在说谁吗？就是在说那个毛克利就是在说毛克利。毛克利说实在，他也很有自知之明，然后跳起来说：“你是在说我吗？”就也很气愤的真的跳了起来毛克利就很不服气的盘着水坐在水里说：“我绝对不是懦夫伯鲁呢，你这个长了全身都是毛的胖子。”在嘲笑他的老师跟他的老师这样子去调侃他。好，那哈蒂呢，因为就在旁边而已嘛，哈蒂呢就马上呢把他的鼻子卷起来呢，用力的压在毛克利的身上的肩膀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不可以对老师不礼貌。伯鲁呢是你的老师，也教你了丛林的规律所以说你应该呢要非常的尊敬他，不可以这样子的调侃自己的老师然后呢，伯鲁呢是非常疼爱毛克利的，他就在旁边笑眯眯的然后呢，伯鲁呢还是真的非常疼爱他嘛也不想也不忍说马上就去苛责他然后呢，伯鲁就说：“可是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以后呢，你不要跟老师顶嘴老师这次呢原谅你原谅你然后呢，以后呢，也不可以时常用这样的话语去对待人家好，然后呢。”结果呢，旁边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然后呢，旁边呢有一些动物呢就很慌张，然后呢，就说，来了谁来了血汗来了那大老虎血汗呢，他的声音事实上是很恐怖的大家只要一听到他出现的话，都会立刻骚动起来大家都会很惊恐嘛因为呢都知道血汗呢他是非常阴险而且狡猾的，而且也很残忍的非常残忍。然后呢躲在树后的这个血汗呢，他走出来之后看到所有的草食性的动物呢都是这样子的惊吓手足无措。然后呢，觉得他就自己非常的自傲非常的感觉自己不得了就大摇大摆的走出来跑到河里去然后他也扑通一跳呢，这个也是跳到水里面去泡着然后呢，看到了毛克利，就跟毛克利讲：“你这个没有爪的裸体虫裸体虫
啊，如果大家都有受过幼童军牧期或者牧长，如果有服务员会带一场说什么圆形虫，然后变形虫，然后什么变异虫哦，然后再来就变成了羽化就变成蝴蝶哦，这样的一场游戏哦，我曾经也玩过哦，我也忘记这是谁发明的，但是我曾经玩过哦，好像是嘉义的吴正宏吴校长发明的吧，啊，也很好玩，就是把毛克利的这一篇里面这一个裸体虫呢，搬作是一个游戏哦来玩，也蛮不错的哦。好，那协汉呢就对着毛克利说：“你这个裸体虫就跟青蛙一样的无能哦，你只会出一张嘴巴说大话而已哦。然后呢，就像班达洛一样卑鄙哦，应该呢爬到树上去吃蜗牛才对。为什么班达洛会吃蜗牛？也是没有错啦，因为本来猴子就是杂食性的哦。”他们肉也吃，水果也吃，作物也吃哦，几乎什么都吃。所以说，山上人老实讲都非常讨厌猴子。我还没有听说过山上住山上的人，尤其是坐山的坐山说他们会很喜欢猴子的，应该很少，因为都知道这猴群一来真的是颗粒无收了，而且破坏力极强包含现在贵竹笋已经在生了再到暑假的时候就变成麻竹笋在出产。那这时候说在整群的猴子都会下山，然后呢，不管它有没有长好，他们也会去挖竹笋吃你像我岳父他们真的都非常讨厌猴子，老实讲只是说现在政府也有动物保育法，他们也无可奈何，不像过去山上的人说实在真的都会把他们处理掉，而且会把他们驱赶走现在几乎都没办法。我听我岳父在讲说，最近都已经跑到我们家里面来都还赶到我们的，就因为群越大的话，他们势力就越管，就是就会越大，然后就会越凶悍，而且说在就什么都没有在怕了，就像那个八哥一样印度八哥，我们见的那一些，你看现在看到我们在开车，然后路上有一只黑色的，然后翅膀张开的时候有两边白白的那个嘎铃我们台湾以前叫做嘎铃然后应该翻译起来就叫八哥。那一种鸟说实在也是非常的好胆你要开车子过去，你走过去，他根本他也不想走他也不想走。好，那大概就讲到这边那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去喂食他们了。老实讲有些人真的都蛮慈悲的，然后都会去喂野生动物，然后反而说在害了他们以外，也害了自己得不偿失虽然发了这样的一时的这样的一个善行，但是结果都造成了更多的不便，而且也会变成无所不及想象的事情发生真的好。然后呢为什么你要跑到这里来肆意妄为呢就问毛克利了然后毛克利呢他看到协汉呢这样的高声吼叫对着他除了伯鲁跟巴西蛙不怕他以外啦，其他的小动物都已经吓到魂不附体了魂不附体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乡下人都惊到着惊着惊着惊就爱安怎就爱受惊魂不附体啦好，那毛克利呢一点也不在乎而且呢他眼睛呢就紧盯着协汉，我感觉这是非常有尬死的就像人讲有人讲你是在青啥就是瞪着啦，那种不怀好意的那一种看那种眼神而且我们人也常常为了这样的一种眼神发生了很多冲突尤其是年轻人
哦，都会说你在看什么哦，台语做歹听呀哈。好，然后所以说，人的眼神非常的重要哦，那也散发出来很多不可言语的意境哦的感受哦，就是大家的心灵传会啊，真的嘞，有人说眼睛会说话，那种眼神哦，真的好。那毛克利呢，就紧盯着他哦，而且看着他，直直看着他哦，看到呢，邪汉呢，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把头装了下，就是压着低了下来。我感觉啊，我感觉动物会有这样的一个肢体动作，事实上就是一种畏惧哦，就是一种畏惧哦。你如果大家有养过狗的话，也大概都知道哦。如果你们家养一条狗，然后有别人家的狗或者是外面的野狗跑过去的时候，哦，跑过去你家的时候，如果你家的狗一追出来，一样也要去追它的时候，一般的话，如果你家的狗气势如果比它好的时候，它甚至都还会回过头来，然后头压低。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去看过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是类似像这样。甚至呢，如果是在散步两只刚好碰在一块的时候，都会互相闻大家彼此身上的味道哦。尤其是比较弱小的，它就会趴得比较低一点，然后去闻对方。哦，这也是一种我举例了这样的一个狗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就是感受一下哦，感受一下。然后呢，一般的话来讲的话，这种现象的话如果有经过真的打斗还是怎样哦，认输的一方的话来讲的话，通常都会垂下来，然后耳朵也会趴下来，尾巴也会夹起来哦，像这种现象的话，应该大家如果有这个机会，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啦哦，也都会看得到。然后呢，最主要的话来讲的话，还是毛克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神情眼神镇住了邪汉然后呢，邪汉就跟毛克利讲说：“你那个简直是像恶魔的眼睛简直是像恶魔的眼睛，毕竟是人类啦。你说动物的话，不怕人类的应该也很少了，因为这种是一种一种气场吧。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如果你被狗追，你到底要不要跑？有人说不要跑，站在原地，但是他就要攻击你了，怎么办？像这种的话，在 YouTube 上面好像也都有这样的一种视频教大家。事实上的话，一开始的话是看着他，一定要看着他，大声吼他，然后呢，你也要准备攻击的动作，你也要准备攻击，但是最好是不要那如果你周边你停下来的周边真的有什么样的家伙可以拿，那真的也是要防备住。那最主要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定要静止下来，而且大声吼出声音，然后眼睛瞪他，瞧他真的是能镇住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了一样的道理然后呢，巴西拉呢就皱一下眉头，然后问了邪汉说：“你刚刚有杀了什么东西吗？”因为呢，他发现了，他观察了邪汉，因为他的下巴有一块凝血，而且呢，因为他也泡在水里面所以说这个血块呢就慢慢化了就化了，然后呢就流露出来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看他的下巴都是在滴血那巴西拉就说应该不是在河边杀的吧好，那讲到这边的话让大家大家来互动一下我请问大家一下狮子跟老虎
他们生活最大的差异差在哪里？来，我来请一下小德团长，你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差异在哪里？啊，大声一点。差异在哪里？他们的生活，独居跟群居啊。哎，对呢，你好棒哦，嘿嘿，真的可以当团长，没有错哦。狮子是狮群哦，老虎的话是要自己独自去独居的哦。所以说呢，他们生活最大的差异哦是这样子。再来的差异是什么？还有一个差异，我们请雅婷团长来回答好了，这个就比较困难。雅婷团长在吗？我在，有听到吗？我想想，应该是不是那个在草丛里跟在我不知道，后来草丛里还是它可以狮子跟老虎，水里，我这样猜的。不错啦，你这样算及格啦，因为你还讲得出来啊。第二个差异的话是，他们可能王不见王，你有狮子的地方，可能就没有老虎，真的哦，因为他们栖息地不一样。你刚刚你要回答的就是说，一个住草原，一个住深山，对吧？雅婷团长可能是要这样回答，所以说是60分了。那但是原则上的话，有狮子的地方应该是没有老虎的，但是有狮子的地方会有豹，有老虎的地方也会有豹。反正豹的分布还比他们还广一点。只是差说是什么豹而已。那原则上的话来讲的话，狮子跟老虎的话是比较不可能在同一个场域了，一个生活环境。这个也可以跟孩子们讲，我觉得说实在也很有意思。好，然后呢，协汉呢就回答巴西拉说，我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有水边停站的规律，对吧？所以说呢，当然我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杀。然后巴西拉又请问了，在哪？在哪里呀？然后那个协汉就看着他，凝视着他，然后呢，他又反问他了。巴西拉又说，是在村庄附近吗？你是去偷了村庄里面的牛吗？那协汉，有点好像被问到了你们知道吗？有时候说是在。好像心里面有鬼的然后结果说是在被人家发现了，就会更慌张不是牛，那是马吗？是不是呢？那到底是什么？然后结果谢安就说，人啊，我吃的是人。天哪！而且呢，这是1小时之前的事情了。你看他去吃人他去杀了人。那协汉的声音呢，震动了，马上呢，在这个河边里面，全部所有的动物呢都听到了，尤其是草食性动物真的呢惊吓到了大家横冲直撞这边呢写的是左冲右撞然后呢大家就口耳相传说，人协汉杀了人了。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丛林的规律呢是真的丛林的规律有这样明定丛林规律是不准呢任何的野兽去随便杀人的也因为呢曾经有野兽去杀了人类那人类呢就马上立即的反扑。村里面的人呢，就会马上敲锣打鼓，而且呢，高举火炬，就是火把了，然后呢，去把丛林呢包围起来，然后呢，用标枪呢跟子弹呢来猎杀、屠杀全丛林里面的所有的野兽，所以说呢，一项
和平自由的动物世界呢，不到半天就会变成了修罗地狱。孩子们如果听到修罗地狱，我感觉他们很没有感，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们就不懂嘛。然后说，像18层地狱那小孩子就很有懂，就很有感觉咯。修罗地狱事实上是印度佛教的佛教，然后的一种说法应该就是说是一种佛教的说法，修罗地狱啊。那本身呢，印度的话来讲，它的国教就是佛教，当然它有很多教统，但是它最主要还是佛教我们书翻起来的话，它就叫修罗地狱好，这个也可以跟孩子们讲印度他们的国教是佛教 ，OK， 好，那所以说呢，杀了人就会扰乱的动物世界这种是极大的罪行那现在呢，血汗呢犯了这样的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怪不得呢，大家呢都会惶惶恐恐惶惶不安。真的嘞，真的不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类事实上的反扑力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且只是看到全部都杀。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也会跟孩子在讲因为孩子们有一些也都会看到新闻嘛那如果刚好我们团契会的话，刚好有讲到这样的一个篇那顺便可以跟孩子们讲讲什么呢？所谓的好人好人一定要会有好报吗？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叫做是好人要让孩子们去了解这个我感觉这人生的体验体悟，从小到大就会，因为我们大人从他们的眼界的领域里面，也是经由我们大人说实在的一种宣化嘛让他们懂得那甚至有小孩子说实在也讲的都非常好没有好人怎么会有坏人，对不对？对不对那所以说好人坏人怎么样如果可以在这边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实在也可以慢慢的去带动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蛮不错的啦让孩子们自己可以去思考，为什么血汗他要去杀人？不是天灾吗？难道是他自己愿意，还是说他不懂吗？他一开始他在讲的时候他就有讲过啦，他知道有水边停战他怎么会明知故犯呢？对不对？而且他只知道这个是我们身里面不可逾越的的法律嘛，法则嘛，对吧？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话来讲的话，一定要跟孩子们捋顺一条明理出来，要能讲得通，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也是会钻牛角尖的毕竟现在小孩子都非常聪明，我觉得非常聪明了因为有些孩子甚至还比较早熟，而且你在幼童军里面的话来讲，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有，对吧？好，那我曾经也有一次经验，就是去谈所谓的这个法我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我也会跟孩子讲说，越是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法则法律事实上就会越多就是因为要保障人民嘛但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自由民主事实上它所暗藏的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约束，然后来约束才会有的就是因为它更明理，而且它有这样的条理，然后才可以有一个准则，而且它也有所谓的赏罚，没有赏，
只有罚，哦，因为你不要犯，犯了就是一定会有法律的制裁，对吧？哦，那相反的呢？哦，相反的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呢都会被这一些所谓的法律呢所约束住，哦，规范住了，哦，然后呢，所以说呢，自由呢取自于哪里？是取自于哪里？取自于现在反废死的都很喜欢讲所谓的什么可教化，哦，那所以说，事实上它是跟文明的程度哦，就是人民受教育的水平，哦，来做一个衡量啊。像我们现在台湾的话，可以讲说是一个高知识的一个国家，可以这样讲，因为平均人民大学甚至到高中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已经是非常非常普及哦，比一般的国家事实上都还要普及哦。所以说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哦。但是人民的素质哦，涵养是不是跟所谓的这一些我们的所学哦，真的可以平衡？这才是重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国民的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哦。有待观察啦，事实上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我就感觉说实在，也有可能很低啊，有的也很高。老实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好，又讲到这些题外话哈，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有时候我们讲故事也可以一直讲下去啊，有时候的话，当然去提高小孩子们的认知哦，因为我曾经有讲过，我在讲《丛林奇谭》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说，这个书是可以自己去看的啊，每一个人的运用都不一样。那我希望说实在，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版本哦。我有这样申论过哦。那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有自己的《丛林奇谭》的一个版本。那至于里面的游戏，里面的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些自己的设计，事实上都是靠自己啦。如果这次你主持哦，因为每一次的团旗会的话来讲的话，应该都有人在负责哦，因为我们服务员的话是分工的哦，那团长是团长，服务员哦，那大家说实在都会有一个桥段嘛哈，那所以说在你去承接了大家开会去承接了这个任务之后你就用你的方式来做一种呈现就很 OK， 但是主轴都还是一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好，然后呢，经由这样子呢，大家呢，因为遭受了大旱，然后大小动物呢都已经半生不死了的状态如果还要再遭受到人类的攻击那可能就只有坐以待毙了大家的觉得了好，那应该怎么样来惩罚邪汉呢？大家都是这样想，但是呢，大家都有一种潜意识，就是大家都非常一致、非常有默契的看向了哈迪那就是要看哈迪，他知道了哈迪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裁决的命令好，那哈迪呢？这里面有讲到哈迪呢是我们这一条规律的维护者也是一个仲裁者啦。所以说呢，大家都这样的推定就是说哈迪应该是会做处理的，但是呢，可惜呢，哈迪呢他是默默无语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动作那大象呢，事实上是比较沉着的而且呢，他真的也不会太草率来行事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呢，是不会轻下断语的不能只听这样的状况，然后就自己去妄议思维那目前发生的事呢，没有查清楚真相之前他是不会去判定说要如何来裁决血案的好，那讲到这个要跟孩子们讲清楚、说明白，就是说，
也是有一些小孩子说实在也会这样子想啊，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好人，他因为他要自我保护而去杀了人了，哦，可以讲说是不小心，不是有意的杀了人了，他是需要被判死刑的嘛？啊？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叫做自当防卫了，每一个人都会有，所以说你都不是第一个出拳的人，但是有可能说实在你就是坐以待毙的人。那这个关键的话来讲的话，我感觉好像是到我们现在有那种废死的那种条例，但是问题他是好人嘛？问题他是好人哦。那如果他是好人，他真的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杀了这个坏人哦。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那如果是坏人去杀了坏人呢？这样是不是也是应该罪该万死？哦，再来就是有三个模式啊，这个有机会再来探讨啊，因为我今天说实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那讲到这边呢，因为哈蒂呢，他非常的沉稳镇定，然后不冲动，而且呢，他都蛮慎重的哈，所以说大家都在猜了，原来这可能是哈蒂他长寿的秘诀。为什么哈蒂他可以在森林里面活到超过100岁？因为他是有这样的一种个性，所以说基因很重要啊，基因很重要。好，那额外话，事实上大象暴躁起来的时候，说实在比狮子、老虎还恐怖，而且论战斗力的话，大象的话，事实上也不输给所谓的这些肉食性动物，真的是这样。那所以说，真正丛林里面的王到底是狮子还是老虎还是大象？那也可以让孩子们去做选择。如果孩子们都了解到这一些动物的习性啊，各方面的话，应该那丛林奇谈啊，这个章节大概就是讲到哈蒂这边。好，谢谢大家时间也到了 ，OK。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来合影一下，然后待会就是前面也要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再来聊，好不好？好，我先把手先放下来哦，稍等我一下。好，都在吗？镜头都开好了吗？好，都在了。好，那我这边拍照哦，稍等我一下。好，伙伴这边有要开灯是吗？那边灯比较暗一点，那个喂。好，小的团长，你这边要开镜头吗？好，谢谢，我要快拍喽。3、2、1，好，快速拍一张。3、2、1，好 ，OK， 我这边拍好了。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